第6章，贝斯找到了美丽宫。那座大房子原来就是美丽宫，尽管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进入，而贝斯则费了很大劲才敢从那些狮子旁边走过。年迈的劳伦斯先生是最令人畏惧的狮子，然而在他拜访过他们，对每个姑娘都说了些风趣或和蔼的话，并和他们的母亲聊了聊往昔岁月之后，除了害羞的贝斯，几乎没有人再怕他了。另一个狮子是他们家境贫寒而老李家境富裕这一事实，因为这让他们不好意思接受那些无法回报的礼物。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明白老李把他们看作是他的恩人，觉得无论做什么都难以报答马奇太太像母亲般接纳他，以及姑娘们允许他享受他们的陪伴，并在他们简陋的家中度过那么多美好时光的恩情。因此，他们很快就抛开了自尊，接受了这种相互的关照，不再计较谁付出的更多。在那段时期，随着新的友谊像春天的小草般茁壮成长，发生了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大家都喜欢老李，而老李则私下向他的家庭教师坦言，马奇家的姑娘们都是些很棒的女孩，她们以年轻人的热情，让那个孤独的男孩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并享受着那些心地纯洁、质朴单纯的姑娘们所给予的迷人而天真的友谊。由于没有母亲和姐妹，他很快就感受到了他们对他的影响。看到他们充满活力的工作，他为自己懒散的生活感到羞愧。书本不再吸引他，他开始觉得人更有趣，这使得他的家庭教师布鲁克先生给他写了好几次不佳的评语，因为老李常常逃学，跑到马奇姐妹家里去。别担心，让他放个假吧，他以后会补回来的。老先生曾这样说。我的好邻居认为，我孙子学习太用功了，需要和其他年轻人多接触，需要娱乐和锻炼。我想他是对的，我像他祖母一样，把他养得太娇惯了。只要他高兴，就让他做他想做的事吧。在那个小修道院般的地方，他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而且马奇太太为他做的比我们做的还多。说实话，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组织戏剧表演、滑雪橇比赛、滑冰比赛，在旧客厅里度过美妙的夜晚，偶尔还在那座大房子里举办派对。梅格可以随时去暖房，尽情享受制作花束的乐趣。乔则狼吞虎咽地读着那间很棒的图书馆里的书。老先生被他的评论逗得哈哈大笑。艾米临摹画作，沉浸在如此众多的美好事物之中，而老李则像一位彬彬有礼的主人一样招待他们。然而贝斯尽管非常渴望弹奏那架大钢琴，却始终鼓不起勇气去梅格称之为福佑之宅的地方。有一次他和乔一起去了，但老先生并不知道他害羞，只是浓眉紧锁地盯着他看，还大声低呀了一声，这让小姑娘吓得浑身发抖。用她对母亲说的话，就是感觉脚下的地板都在震动。她吓得魂飞魄散地跑了出来，并发誓再也不去那里了，即使是为了那架珍贵的钢琴。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她去尝试克服恐惧。直到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劳伦斯先生的耳朵里，他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一次短暂的拜访中，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向了音乐。他谈到他曾见过的著名歌唱家，听过的美妙管风琴，还分享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奇闻异事，以至于贝斯不得不离开他的角落，被他的讲述深深吸引，走进了他。他站在老先生身后，全神贯注地听着，大眼睛睁得圆圆的，脸颊因激动而长得通红。劳伦斯先生对他的出现视若无睹，仿佛他只是一只无关紧要的苍蝇。
继续谈论着老李的课程和老师。直到突然，好像刚想到一个主意似的，他对马奇太太说：“现在这孩子对音乐课有些懈怠了，我倒也高兴，因为他之前投入的太多了。但是钢琴如果没人弹，就会受损。您女儿们中是否有人愿意偶尔来弹弹，好让她保持音准呢？”贝斯向前迈了一步，双手紧握在一起，以免自己鼓起掌来。这诱惑实在难以抗拒，仅仅是想到能弹奏那架宏伟的乐器，他就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不等马奇太太开口，劳伦斯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点头示意，继续说道：“他们不必见到或跟任何人说话，可以随时进来，因为我总是待在我的书房里，在房子的另一头。老李经常不在家，女仆们9点以后从不靠近客厅。”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像是要告辞的样子。贝斯决定开口说话，因为这最后一番话已经消除了他最后的顾虑。请把这告诉您的女儿们，如果她们不感兴趣，也别担心。就在这时，一只小手轻轻滑入了他的手中。贝斯满怀感激地看着他，用他一贯的害羞和温柔说道：“是的，先生，他们非常感兴趣。你就是那个喜欢音乐的小姑娘吗？”他问道。这次没有用啊的一声吓唬他，同时温柔地看着他。“我是贝斯，我很乐意去您家，只要您保证没有人会听到我或打扰我。”他补充道，生怕显得失礼，同时也对自己的大胆感到惊讶。“不会有任何人的，亲爱的。这房子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来，想弹多大声就弹多大声，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您真是太好了，先生。”贝斯在老人友善的目光下脸红了，但他不再害怕。他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无法用言语表达对这个宝贵机会的感激之情。老绅士温柔地拨开他额前的头发，俯下身亲了他一下，用一种他平时不常用的语气说道：“我曾经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眼睛的小孙女，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早上好，夫人。”然后他匆匆离开了。贝斯拥抱了他的母亲，然后跑去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那些残疾的娃娃们，因为他的姐姐们还没有回家。那天下午，他唱得多么快乐啊！当他在半夜醒来，在梦中舞动着手指，轻抚着艾米的脸，好像那是一架钢琴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第二天，在看到祖孙俩离开家之后，经过2、3次犹豫的尝试，贝斯从侧门溜了进去，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走向那个放着他心爱乐器的客厅。当然，巧合的是，钢琴上放着几本易于弹奏的乐谱。贝斯用颤抖的手指不时停下来确认是否有人在看他或听见他，终于成功地弹奏了那架美妙的钢琴。他很快就忘记了恐惧，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沉浸在音乐难以形容的魔力之中。对他来说，音乐就像一位挚爱朋友的声音。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汉娜来叫他吃晚饭。然而，贝斯毫无食欲，只是陪着姐姐们，脸上带着陶醉的笑容。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一顶棕色的小兜帽穿过树篱。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妙精灵占据了那个大客厅。贝斯不知道劳伦斯先生常常打开他书房的门，满意的聆听那些他非常喜爱的古老曲调。他从未见过劳里守在门厅，阻止女仆们靠近客厅。他也从未怀疑过出现在钢琴上的练习册和简单乐谱只是为了帮助他学习。当劳里和他谈论音乐时，他只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友善，给他解释了许多对他非常有用的东西。
贝斯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梦想成真，但这种情况并非总是发生。也许正是因为他对收到的礼物心怀感激，才得到了另一份更大的礼物。无论如何，这个小姑娘配得上这2份礼物。妈妈，我要给劳伦斯先生做一双拖鞋，他对我这么好，我想感谢他。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了。您觉得怎么样？在老先生那次著名的拜访几周后，贝斯问道。当然可以，亲爱的。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这是感谢他帮助的好方法。你的姐姐们会帮助你，材料费我来出。马奇太太回答道。她很高兴能满足贝斯的请求，因为贝斯很少为自己要求什么。经过与梅格和乔多次认真的商议，他们选定了一个图案，买好了材料，开始制作拖鞋。他们决定在一个深紫色的底子上绣上一些小巧而精致的3色锦花束。贝斯日夜投入其中，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也得到了一些帮助。由于他擅长针线活，拖鞋在任何人感到厌烦之前就完成了。随后，他写了一张简短朴素的便条。老李则负责在祖父醒来之前，把拖鞋放在他书房的桌子底下。最初的激动过后，小姑娘焦急地等待着老先生的反应。眼看一整天过去了，第2天又过了一大半，仍然杳无音信。她开始担心这份礼物可能没有得到她那位挑剔朋友的喜爱。第2天下午，她出去散步，让可怜的残疾娃娃乔安娜做她每天的运动。当她回到家时，从街上就看见客厅的窗户里有3颗，不是4颗脑袋在晃动。走近些，便听到欢快的声音在呼唤她，还有挥舞的手臂。劳伦斯先生来信了，快点来读。哦，贝斯，他给你寄了。艾米开始说道，她以一种不寻常的激动挥舞着手臂，但没能说完，因为乔关上了窗户。贝斯因为这悬念而紧张地加快了脚步。他的姐姐们走到门口迎接他，并像凯旋的队伍一样护送他到客厅，异口同声地重复着：“看，看！”贝斯定睛一看，惊喜的脸色都白了。他面前摆着一架小巧的立式钢琴，在他光亮的琴盖上放着一封信，上面像标签一样写着：“伊丽莎白·马奇小姐。”这是给我的吗？贝斯问道。他靠在乔身上，因为情绪激动得快要晕倒了。当然是给你的，宝贝。你不觉得这真是太棒了吗？我想他是世界上最和蔼的老先生了。信里有钥匙，我们没打开它，但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乔喊道。他拥抱着妹妹，把信递给了她。你来读吧，我读不了，我太紧张了。哦，这真是太美妙了。贝斯把脸埋在乔的围裙里，被这份礼物深深感动了。乔打开信封，看到信的抬头时笑了。马奇小姐，尊敬的小姐，听起来真不错。我希望有一天也有人能给我寄这样的信。艾米评论道，她觉得那种古老的开头非常雅致。我一生中穿过很多双拖鞋，但没有一双像这双一样合脚。您绣的花是我最喜欢的，每当我看到它们，我都会想起送给我它们的那个温柔的人。我喜欢偿还人情，所以我希望您能允许这位老绅士送给您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曾经属于他失去的一个小孙女，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愿。您的朋友和谦卑的仆人，詹姆斯·劳伦斯。贝斯，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老李告诉我，劳伦斯先生非常疼爱他失去的那个孙女，并且非常珍藏他所有的东西。你看，他把他的钢琴送给你了，就因为你有蓝色的眼睛，而且喜欢音乐。乔说着，试图让因激动而颤抖不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张的贝斯平静下来。看那些漂亮的烛台，还有绿色的丝绸，中间有一朵金色的玫瑰，真是太美了。还有那个琴凳也那么漂亮。什么都不缺。梅格插话道，他打开了乐器，展示着它的美丽。您的朋友和谦卑的仆人詹姆斯·劳伦斯，而且是写给你的。我把这事告诉我朋友们，他们肯定不信。艾米指出，他仍然对这封信印象深刻。试试看，亲爱的，让我们听听我小宝贝的钢琴声怎么样？汉娜恳求道，她与这家人同甘共苦。贝斯弹奏起来，大家都一致认为，从未听过比这更好的钢琴声了。很明显，钢琴刚经过调音和修复，但是，无论它多么完美，这个场景的魅力在于围绕在贝斯身边的那些洋溢着幸福光彩的脸庞，而贝斯正弹奏着那些美丽的黑白琴键，并踩着闪亮的踏板。你必须去感谢他，乔开玩笑地说，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小妹妹能做到这一点。是的，我已经想过了。我想最好现在就去，趁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还没感到害怕之前。令全家人惊讶的是，贝斯走出了花园，穿过了树篱，敲响了劳伦斯先生家的门。如果这不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情愿现在就死掉。钢琴让他神魂颠倒了。如果他神志清醒，他绝不敢这么做。汉娜惊呼道，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小姑娘，而其他人则似乎因为这般奇迹而惊得说不出话来。如果他们看到贝斯接下来做了什么，他们会更加惊讶。信不信由你。他走到了书房，没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就敲了敲门。当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请进时，他走了进去，走到劳伦斯先生面前。他看起来和贝斯的家人一样困惑。小姑娘向他伸出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来感谢您，先生。”为了……他没能说完这句话，因为老先生的目光是如此亲切，以至于他忘记了准备好的说辞。他唯一能记住的是，这位绅士失去了一个非常心爱的孙女，于是他扑到她的颈间，给了她一个吻。即使此刻房顶被掀翻，老先生也不会感到更惊讶了。但他喜欢这个吻。哦，是的，他非常喜欢。那个充满信任的吻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他忘记了自己乖戾的脾气。他让小姑娘坐在他的膝上，把她粗糙的脸颊贴在她粉嫩的脸颊上，感觉仿佛又和他的小孙女在一起了。从那天起，贝斯再也不怕这位老先生了，并且常常和他聊天，完全信任他，就像认识了一辈子一样。爱驱散了恐惧，感激战胜了骄傲。老先生送他到家门口，热情地和他握了握手，在他回到自己家之前还碰了碰帽子，然后迈着庄严的步伐，像一位优雅而威严的绅士那样，身姿挺拔地回去了。看到这一幕，乔高兴得手舞足蹈，艾米惊讶得差点从窗户上掉下去，梅格则双手抱头，惊呼道：“看来世界真的疯了。”